这次课正式进入中哲史，开始讲政治学时期的理想政治学阶段。这一阶段咱们介绍5个人：孔子、老子、墨子、孟子、庄子，一共5个部分。先说第一个，孔子。到了春秋时期，周王室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了。虽然名义上各分国都受周天子管辖，但实际上大家已经不把周王室当回事了。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4分5裂的状态，各诸侯之间频繁地进行争霸战争，天下大乱。这样人们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究竟为什么要打仗？本来好好的，怎么又天下大乱了？比较早的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孔子。先简单介绍一下孔子。孔子是前551年出生，到前479年去世。世尊是前565年出生，世尊比孔子大14岁。孔子的生平，早年是在鲁国做官，同时开设私人学校。55岁的时候，受到掌权者的排挤，被迫离开鲁国，开始周游列国。晚年又回鲁国专心教书。孔子的徒弟有很多，据传说一共收了3000个徒弟，其中有72个毕业没找着工作的。那位说你怎么知道的？史书上有啊，说孔子弟子3072贤人，72个闲着的人。孔子留下的文字呢，主要就是一本《论语》，这个是孔子的弟子们写的，记载了很多孔子的言行，是研究孔子最重要的一本书。为什么管孔子这一学派叫做儒家呢？因为孔子以儒者自居。什么是儒？在孔子之前，这个儒指的是什么？这个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认为儒指的就是知识分子，学习6艺的人。6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。周代的贵族都要学这些东西。礼是礼节，乐是音乐舞蹈，射是射箭，御是驾车，书是书法，术是算术，还有一些术数，就是算卦的一些东西。儒就是掌握了6艺的知识分子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儒指的是组织承办礼乐仪式，传授礼乐知识的人，比如贵族的祭祀、婚丧嫁娶都要请这些人来操办。这些人呢就比较懂这些流程什么的，类似现在的司仪一样。后来墨子就讽刺儒家这些人，说以孔子为首的这些儒士们呢，听说妇人有丧，乃大悦喜，曰：此衣食之端也。听说有钱人家死了一个人，就非常欢喜，这是衣食的来源呢，今天又有饭吃了。举行葬礼请他去主持，他不就来钱了吗？就说这些人满嘴的仁义道德，实际成天净盼着死人，就讽刺这些个儒士啊。孔子自己也觉得当司仪没什么意思，因为这些儒士都是比较有文化的一批人。孔子就觉得我这么有知识有文化，我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司仪勉强糊口，我应该有更崇高的追求。什么追求呢？孔子大概提出了2个追求，这也是孔子给儒这个字赋予的新的含义。第一，作为一名儒，要有教养、有修养、有德行。你读书人嘛，为人师表，温文尔雅，很讲礼貌，就那个劲头。第二，作为一名儒，你得关心政治，有治国安邦的理想，上报国家，下安理庶。这就是后世儒家的这个儒字所包含的含义。下面具体说一下孔子的思想。看一下孔子哲学的要点。孔子哲学它主要有3方面的主题：天命、人、礼。天命涉及一点存在论，主要是伦理学；人和礼呢，主要探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。大概就是这么个结构。先说人。孔子哲学的核心就是人。什么是人呢？人就是美德，各种好的个人品质啊。美德的种类是很丰富的，所以人这个词儿的含义呢就非常多。咱们看一下人具体都包含哪些美德。首先从情感上来说，人就是爱人。樊迟问仁，子曰爱人。孔子的一个徒弟樊迟问什么是仁，孔子说仁就是爱人，仁者爱人。什么叫爱人呢？就是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。
大家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，团结友爱，这就是爱人。爱人呢，又包含2种爱法，一个是家庭内部的，就是孝悌。孝说的是父子关系，儿子对父亲要顺从，要赡养，要尊敬。悌呢，是弟弟要尊敬兄长。孔子认为孝悌是人的最基本的品德。孔子的一个学生叫做有若。有若说：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”孝顺父母，顺从兄长，这就是人的根本啊。人为什么会有孝悌之心呢？孔子认为这是出于本性，是人性中本有的。有一次，孔子的弟子宰我跟孔子说父母去世了，按照礼乐制度啊，做儿女的要服丧3年。我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，我觉得有1年的时间就差不多可以了。孔子当时就有点不高兴，说：“食弗道，衣弗锦，与汝安乎？”父母过世才1年的时间，你就吃上了大米饭，穿上了锦缎衣，你心安吗？宰我认真的琢磨了一会儿，回答孔子说：“我心安呢。”这把孔子气懵了。孔子说：“汝安则为之，你心安你就那样去做吧。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指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为也。君子守丧，吃美味不觉得香甜，听音乐不觉得快乐，住在家里不觉得舒服，所以不吃大米这些细粮，然后不听音乐，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，不是装出来的。”孝悌这种情感呢，是扎根在人们的生命和心灵中的，是人人与生俱来的。在孝悌的基础上，孔子认为应将这种情感由内向外层层推演，从孝顺父母开始，然后向外扩展到周围有血缘关系的亲人，最后再推广到爱更多的人，做到泛爱众。孔子说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。”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，出门在外要顺从兄长，言行要谨慎，要诚实可信，要广泛的去爱众人，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。这种泛爱众啊是有差等的。仁者仁也，亲亲为大。所谓仁，就是指的人际关系，热爱家人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。这里的亲亲，前一个亲是动词，就是亲近，后一个亲是名词，是亲人。这就是说，人首先要做到爱自己的亲人，在亲亲的基础之上，再把这种亲亲之爱扩大到众，做到泛爱众。孔子的爱是一种由近及远、推己及人的差等之爱。人的下一个含义就是忠恕之道。孔子的弟子说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咱们老师的思想的精髓就是忠恕。什么是忠恕呢？忠的意思是无私为人，尽心任事。无私为人就是一点都不考虑自己，一心为了别人。尽心任事就是为了别人的事情尽心竭力。忠强调的是不存私心，尽心尽力。他强调的是，当我为他人做事时，要把他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。有一次，鲁定公问孔子：“君王差使臣子，臣子侍奉君王，应该依照什么原则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就说君王差使臣下要以礼相待，臣下侍奉君王要以尽心任事为准。子张问曰：“令尹子闻3事为令尹，无喜色，3以之无愠色。就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忠矣。”有一次，孔子的徒弟子张问孔子：“楚国的令尹子文曾经3次任职令尹，人们都羡慕他的尊荣，可是他却毫无喜悦的表情。又曾经3次罢官，人们都替他惋惜，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怒。更加难得的是，他在罢官的时候，还把从前自己所行的政事一一告诉继任者，毫无猜忌妒怨之情。这样的为人，夫子以为如何呢？孔子回答说：“忠矣。”像子文这样的人，不考虑个人荣辱，不贪图朝廷爵位，
一心为国家做事，这个就叫忠。什么是术呢？术就是体谅别人，换位思考。孔子又把术分为2种，第一种是主动的，己欲立而立人。孔子说：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进取辟，可谓人之方也已。”就说有仁德的人呢，他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态度，就是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这里边立和达都是成就的意思。我要想成就点什么，我要想做点什么，那我同时就要想到你也想要做同样的事情。能进取辟，可谓人之方也已。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而推己及人，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。另一种是被动的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子贡问曰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孔子：“有什么话是可以终身奉行的吗？”孔子说：“那就应该是恕。什么是恕呢？就是自己不想要的，也不要强加给别人。这就是主动和被动2种恕。主动的恕是我想要什么，我就要想到你也想要什么；被动的恕是我不想要什么，我就要想到你也不想要什么。这就是将心比心呐。忠和恕这俩什么关系呢？忠是体，恕是用。就说忠是根本，无私为人这份心是根本，恕是应用。就说你有忠心了，你怎么体现你的忠心呢？你就要做到恕。恕是你忠心的外在应用，所以忠恕是一个体用关系。有很多学者把忠恕理解成并列关系，他们认为己欲立而立人是忠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是恕。你看很多忠哲的教科书都这么写，但我觉得这么理解是不对的。我认为忠就是无私为人，尽心任事，它不包含己欲立而立人的含义。我为什么坚持我的看法呢？有这么几点原因。第一，《论语》本身人家有直接解释忠的句子，就是刚才讲的楚国的令尹子文的那个事儿。子文一心为国，孔子说这是忠，所以孔子认为忠是无私为人。孔子从来没有说过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第二，宋代的大儒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说：“忠者无妄，恕者所以行乎忠也。忠者体，恕者用，大本达道也。”忠就是没有妄心，没有私心杂念；恕就是如何做到忠。忠心是体，恕是用；忠心是大本，恕是达道。朱熹认为忠恕的关系是主从关系，由于有内心的忠，才有行动上的恕。我的看法跟朱熹是一致的。第三，忠字本意是什么意思？查康熙字典对忠的解释是：无私内尽其心，就是帮助别人做事的时候尽心竭力。而己欲立而立人呢，说的是为别人着想。这俩虽然有联系，但毕竟不是一个意思。综上所述，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，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，你自己研究一下忠恕的忠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说的也不一定对，先休息一下。